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2025年的10月13号，荷兰突然之间毫无征兆的干了件大事儿，他们的政府咣当一下直接宣布，一家中国公司控股的半导体企业叫安氏半导体，从现在开始归我们管了。我一听这消息，第一反应就是啥玩意儿？这都什么年代了呀？怎么还带这么玩的？这感觉就像是你辛辛苦苦开了家生意火爆的饭馆，手续齐全，合法经营，每天是起早贪黑的忙活呀。突然有一天呢，街道办的人来了，往你那门口一站，跟你说，你这个饭馆位置太重要了，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吃上饭，我们得替你管着。然后呢，就把你这个大老板直接给请出去了，那店里的大师傅也给你给换了，换成了他们指定的人。你说你是啥心情啊？是不是想问问，这到底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明抢的呀？荷兰政府给出的理由那叫一个冠冕堂皇啊，说是为了保障本土芯片供应，听着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啊？为了国家嘛。可是你细品这不就是披着法律外衣来抢你的饭碗吗？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个荷兰政府演的到底是哪一出，这背后到底是商业纠纷，还是有人在下更大的一盘棋？这事可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人家早就开始布局了呀。2025年的9月30号，荷兰政府从他们那堆法律文件里翻出来一个咱们老百姓听都没有听过的法，叫什么货物可用性法。就凭着这个法他们给这个安氏半导体下了个通牒，在1年之内，你们公司在全球的钱、技术专利全都得给我冻结，不许乱动。更觉得是公司里管事的人也得重新洗牌。原来中国的 CEO 对不起你靠边站，不能干了。那董事会里呢，给你安排几个非中国籍的独立董事，以后这个公司听谁的？听他们的呀。这操作骚不骚啊？这等于说你家的房子呢还是你的名字，但这个房本被没收了，钥匙也给换了，谁能进屋里干啥全由外人说了算。这哪是接管呀？这简直就是把人家 CEO 给架空了呀，直接夺权了。可能有人会说，这安氏半导体听着也不像是个中国名啊。你可别被这个名字给骗了这家公司总部虽然是在荷兰，但是它背后是咱们中国的资本妥妥的呀。它的母公司叫文泰科技，那可是咱们国内科技圈响当当的一号。这个安氏半导体是文泰在2019年花了真金白银，大概是260多亿人民币通过正儿八经的跨国并购买回来的，手续合法，流程合规，当时那可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结果呢，6年过去了人家这个生意是做的风生水起了，你荷兰政府一纸公文就给扣上一个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大帽子，一下子打回解放前。你说这个文泰科技冤不冤啊？那花了这么多的钱，投了那么多的心血，最后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下场。这家安氏半导体可不是什么小作坊它在全球呢有超过1.4万名员工，一年能生产几百亿颗芯片。他的客户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大牌，什么德国的大众、宝马，这些顶级的车企都得找他拿货。尤其是在一个特别关键的领域，就是现在最火的电动汽车里头有个核心部件叫逆变器，安氏半导体造的这个逆变器芯片市场占有率高达40%那也就是说全世界跑的电动车快有一半都用了他家的心脏。那这么重要的一家公司，荷兰政府嘴上说着我们是怕技术外流，你听听这话自相矛盾不呀？你把他接管了，CEO 都换成你的人了，这技术不就彻彻底底成了你的吗？这哪是防止技术流出去这根本就是直接把这个水龙头给拧下来，接到自己家水缸里去了，这叫截胡。文泰科技那边也是憋不住了公开发声说这个事儿跟科技风险半毛钱关系没有，纯粹就是地缘政治在背后施压。这话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没错这套路跟之前美国逼着荷兰公司 SML 不许卖光刻机给咱们简直就是复制粘贴过来的。表面上呢都是为了安全，可是实际上呢都是政治算计只不过呢上次是限制你买东西，这次更狠直接把你开的店给没收了。你要说这事就是荷兰人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那可真的是太小瞧这国际关系的弯弯绕了。其实说白了这桩麻将是美国人支的局，荷兰顶多算是个相公，跟着出牌罢了。咱们得知道一个背景安氏半导体的母公
公司文泰科技啊，早在2023年就被这个美国政府拉进了一个黑名单里了。官方说法叫实体清单。这玩意是干啥呢？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国际政治圈里的大型伺候。一旦上了这个名单，美国的公司和技术啊，基本上就跟你绝缘了。你看这个逻辑链条是不是一下就清晰了？美国那边先给你贴上个什么危险分子的标签，在全球范围内孤立你、封锁你，然后呢，他在背后拱火，跟他的小兄弟们嘀咕啊，看见没啊，那个家伙有问题，你们可得当心啊。那荷兰这边呢，心领神会啊，立马就接过剧本，这就上演了一出我们也是为了国家安全的戏码。这俩国家呢，一唱一和，配合的那叫一个天衣无缝啊，堪称一出精彩的科技双簧戏。这也不是荷兰第一次这么配合演出了啊。刚才咱们提到的 SML 啊，那可是荷兰的国宝级科技巨头啊，全世界最顶尖的光刻机就他家能造。这结果呢，就因为美国的压力啊，硬生生把已经谈好的生意给搅黄了。顶级的极紫外光刻机啊，就是不卖给中国。这次对安氏半导体的接管，不过就是老剧本换了个新主角，但是性质更恶劣了。以前顶多是限制你买设备，你自己关起门来搞研发，人家管不着。那现在呢，连你在他地盘上开的公司啊，只要是中国控股的，人家都得直接给你托管了呀。这手伸的真的是越来越长了。而且啊，美国那边还特别贴心的给荷兰送上了法律弹药，比如这个美国出了个新规啊，大概意思就是啊，只要一家公司里啊，中国的股份超过了50%，那基本上就等于自动触发了制裁条件。你看看这一条规定，简直就是给欧洲国家开了个绿灯啊，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对中国企业动手啊，还不用自己找理由。最讽刺是什么呢？是欧洲这些国家啊，嘴上呢天天喊着要市场经济，要战略自主，意思就是我们欧洲人呀有自己的想法，不听美国的。可是，一到这个实际行动上，那叫一个听话啊，处处迎合美国，生怕老大不高兴。更打脸的是，欧洲在芯片这条产业链上其实是非常依赖咱们中国的啊。有这个数据统计，光是2022年，欧洲对中国芯片产品的依赖度就达到了30%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每用3片芯片啊，就有1片跟中国有关系，这就很精神分裂了，对吧？一边呢在市场上离不开你，需要你的产品来维持自己的工业运转，这另外一边呢又在政治上跟美国一起打压你，给你使绊子。那这种矛盾的操作，怎么看都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说这个脚疼不疼啊？安氏这个事儿一出来啊，整个商业圈，尤其是咱们中资企业的圈子啊，那真是炸了锅了。大家伙都是看在眼里啊，心里那叫一个拔凉拔凉的。你想想，本来很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啊，都琢磨着走出去，到欧洲去投资建厂，搞点全球化布局，这本来是双赢的好事啊。我们带去资金和市场，他们提供技术和平台。结果这个荷兰这么一搞，等于给所有想去欧洲投资的中国老板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人家说翻脸就翻脸啊，今天能接管安氏，明天是不是就能托管李氏、王氏啊？这谁还敢放心的把真金白银往你那儿投啊？所以文泰科技也是公开警告了啊，说荷兰这种过度干预啊，会严重损害所有中资企业在欧盟投资的信心。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大实话。而且啊，你别以为这个事儿只跟咱们中国企业有关系啊，最终倒霉的可能还是欧洲自己。安氏半导体是干嘛的？是生产芯片的呀，它的芯片是直接送到汽车厂、手机厂的流水线上的。哎，你政府现在强行介入，把人家公司高层大换血，那正常的企业运营啊，肯定要受到影响了，甚至啊可能直接卡壳。那芯片供应链一旦出了问题，你猜谁最着急啊？是德国的宝马、大众这些车企，到时候工厂因为缺那么一颗小小的芯片而停产，几十万人没活干，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最终买单的还是整个欧洲的制造业。欧盟这些年口号是喊的震天响啊，什么数字化转型啊、绿色新政啊，听着都是特别的高大上。可是你一边想搞高科技呢，一边又对着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下黑手、设限制，这不是自相矛盾，自己给自己挖坑吗？那有第一次呢，就可能会有第二次。这种事情要是多了投资环境彻底被破坏了，资本是最聪明的，他会自己做选择呀，会流向更安全、更可靠的地方。我给大伙儿报个数据啊，中国和欧盟之间啊，一年的贸易额超过了8000亿欧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天文数字啊！
这么大的生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互相信任呀。那现在你荷兰带头把这个信任的基石给敲碎了，一旦这个信任崩塌，贸易战的火苗不是没有可能被点燃，而且这一系列的操作只会更加坚定咱们国家加快推动芯片自主化的决心。以前我们可能还想着全球化分工合作挺好的，我买你的，你买我的。那现在看来有些东西真的是国之重器，是买不来的，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得自己有。大家做生意讲的是什么呀？是白纸黑字的合同，是契约精神。结果呢，你说好的是市场规则，说干就干的却是国家干预。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玩法是把自己的国家信誉，甚至整个欧洲的商业信誉都给搭进去了。你别看现在接管的挺得意的，等到未来中国企业真的开始大规模的撤资了，供应链真的因为你的政治操作而断裂了，欧洲人才会发现自己当初砍下的那一刀伤的最深的其实是自己。荷兰政府导演的这出接管大戏演的确实是很卖力，但是代价是什么呀？代价是动摇了全球商业信任的根基。他打着法律的旗号干的却是政治的勾当。这短期来看他可能觉得自己控制了局势，向这个美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可是长期来看他伤的是中国企业的心，也让全世界的投资者看到了欧洲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天只是一个安氏半导体，那如果这种带头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成了常态，那明天呢？那后天呢？迟早会反噬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信任体系。嘴上是喊着维护安全，结果呢把这个市场是搞得鸡飞狗跳比谁都感觉不安全。这不就是典型的拦路大姐吗？所以说这不是在做生意，这是在做局这不是在谈合作，这是赤裸裸的打劫。在这场巨大的地缘政治剧场里荷兰呢或许只是一个台前的演员，念着别人写好的台词，而那个剧本可能早就放在了华盛顿的办公桌上。只可惜这出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到最后伤害的是商业的规则，消耗的是彼此的信任，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